好，欢迎大家请就坐。最近我知道你们也跑了一些路演，但是可能之后的心情越来越不同，因为眼看着票房是以一个超出你们预期的方式不断的突破新高。人就是这样的，他的内心的梦想会一点点变大。我想知道这个结果，导演你之前有没有一丁点的内心有一点点的渴望？也许呢，曾经想过吗？有想过，就是有想过它会破亿，有想过。在什么阶段想过会破亿？其实我的其中一个制片人，在我这个小说写出来的时候，看完小说就说这个故事会破亿，他说的是这个故事会破亿。然后后面我们其实这句话说完就过去了。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一直定义我们就是先把广东这个本土的做好嘛，没有想太远。然后做到后来真的初剪做出来，做完之后整个剪完，做了试映会，因为我们也会做试映会嘛，在内部。然后看完之后，大家都会过来说有机会了。但是再从小说变成这个电影，最后出来给大家看，这2年多里面就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就一直在做而已。对。但是虽然想过可能会破亿，但是我相信你拍的时候投资的这个配比一定不是按过亿去拍的，对吧？如果当初就知道我肯定破亿，而且是2亿的话，有没有一个场景，有没有一段戏是你特别想拍，但后来舍弃掉的？如果早知道能破亿的话，我就拍了。没有，我用了100种方法，让我所有想拍的都拍了。牛！导演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我看过他采访，他说他当时想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性格，就是 MBTI 表都已经列好了，最后发现每一个角色莫名的暗合，不仅可能血型、星座都是吻合的 ，MBTI 都是吻合的。但是我知道像思彤，你是在读到剧本的时候，可能读了几页就已经开始落泪了，读到什么情节，你当时就已经有点绷不住了？其实我是看到故事的大纲最后，看到谢南枝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有泪水涌上来，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点意外吧对这个结果。就有些时候的确读文字、读这个梗概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强烈的情感的冲击。那思彤是这样，燕彤你呢？你当时也是先看到剧本，先看到梗概是吗？是的。然后你当时有像思彤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变化过程吗？会感觉到这个短短的故事梗概当中，它浓缩着很多非常浓烈的情绪。是的。这个，哎呀，怎么说呢？没关系，但我知道你当时以为导演是个骗子。不，并没有啊，是我，思彤会。但当时导演从一个小广告当中看到你们嘛，是吧？看到你。是。你在此之前，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比如在学校里面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些演出，或者也喜欢看电影。你之前对表演的想象是什么？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表演，就是在那个广告片跟蓝导相识，然后蓝导他是特别会给人情绪价值的人，然后他在片场就一直夸我，他说哇你好有天赋啊，然后我被夸开心了，我就开始对表演感兴趣了。燕彤有一段戏。其实处理的非常细腻，就是南枝在给他读信的时候，然后就是一个近景，就是一个特写，就切脸，他流泪，整个人身体是没有动作的。我不知道那段戏你们是顺拍还是跳拍，是在你们拍摄的什么阶段去拍的？其实那样一段戏对于一个年轻人，对于一个素人演员来说，他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尤其你不能有任何的肢体的动作，就坐在那儿静静的，但你要情绪能感到他内心有巨大的情绪的波动。像这样拍戏的过程当中。难不难？导演对他们来说，对您来说，对烟头来说是辛苦，但不难。辛苦，因为要调动自己的一些记忆。他要调动记忆，调动自己身体里面最深刻的、伤心的一些记忆，他要调动。然后，当然他们2个的共情力是顶级的。我选他们就是因为我发现他们2个顶级的共情力。然后，烟头几乎在那场戏里面每一条都是爆哭的。包括后来反打过来拍南枝，因为我是当机为我反打，他帮南枝搭戏的时候，他依然爆哭，他爆哭了8条，而且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我觉得他很棒。你知道他们都有着很强的共情能力，这个怎么能够感觉出来？除了看 MBTI 以外，你怎么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有很强的共情能力的人？试戏就是直接试。
是，对他们都是了什么戏？当时是首电影当中我们后来看到的某一些段落。对，首先 MBTI 就是其实很奇妙，这个真的是面试完后来会问回去才知道他们是的。我当然一开始有这个需求跟选角导演说尽量贴，我是 MFJ， 他是 MFJ， 苏柔是 MFJ， 木生是 MFP， 孙子是 MFP。所以我这个 ISFP 的人有可能在里面有个角色吗？有，对我说这个是很奇妙的缘分。我当然有选的时候有尽量优先选贴近的，但是他们俩是又能共情，形象又适合又贴近，这个概率是不高的。就是我当然也选了很多 MFP， 就是我们在早期筛的时候，因为我设定南枝和苏柔他是2个一样的人格的守望嘛，所以我给选角导演说尽量选这个。所以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海选说拉了1000多号人的海选出来，有大量的 MFP 的人格被我们先拉出来的，但是呢，选起来不是特别好选，但是最后能选到，我觉得真的也是缘分。对。刚刚您说那句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一下就懂了，一样的人格的守望。所以其实南枝和舒柔他们内在的那个内核是非常之像的。对。一体两面吗？对，一体两面，是在他们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长出2朵不同的花。我是这种，我们一开始就是这种寓意去设计这件事情的。对，然后因为那是一个在暹罗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在50年代就有很多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整个长成的样子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很世界性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已经有美国大兵走来走去了。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的南枝和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乡土中国的状态的苏柔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我知道这个电影的，像我们说是潮汕3部曲嘛，但有些人说3部曲一开始有2种方式，一种是我在创作初期我想好了要拍3部曲，还有一种是回望，说正好这3个从爸爸到妈妈到阿嬷可以是3部曲。您是这样一个顺序的，是顺着的还是回望？回望的，是回望，对，不是回望，是回望，就是一开始我和那个润琪狗哥，我们拍爸爸的时候，就是说试一下拍一部电影，因为我原来2016年之前还在凤凰，我是2016年从凤凰离职之后，然后开始去拍广告，然后后来认识了狗哥，说那我们试一下拍一个潮汕的方言电影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机会，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人做的事情。然后拍完爸爸之后，发现好多人支持我们，就说爸爸拍的很多观众，那我们2个属于零门槛、零基础进入电影行业嘛。然后有了之后呢，那就要拍第二部我们就想了那就拍妈妈。拍妈妈之后，妈妈的反响比爸爸更好，就是豆瓣的评分上来了。然后，那就会有意识到妈妈爸爸，那就再拍一个家人呗。所以它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而不是说自己做了很多宏伟的规划，而是因为我们很喜欢拍电影，很热爱电影，有机会进入来拍电影，然后有观众支持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形成自己的一个创作体系。这个是到了第3部确实是有意识的去完成3部曲的节奏了。那刚刚讲到跳到顺其，你之前是以编剧身份参与的比较多一点，从编剧跨到表演，你就对你来说，因为我看你表演非常自然，有很多非常有喜感，特别是打你躲，到后来本能的我先躲，你都没打我先躲，就有很多很喜感的表演，好像与生俱来你有这样的一些表演天分，以前有发现吗？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了，因为我跟蓝导认识之前，我就是做一些配音视频，就是做一些喜剧的，然后表演是，其实我说实话是有1部、2部、3部，你的表演可能在我自己认知的范围内，可能你是慢慢成长的，对，所以在拍阿嬷的情书的话，其实我更多的是。撇去编剧的身份的话，我自己会更专注的做演员这一块。其实这种沉浸感对于我来讲，其实是我更想要的。因为我觉得专注做好一件事的话，可能对一个作品来讲，它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付出他自己更专注的努力的话，他这部作品的成功可能的几率会高一点。但是就是相比下来，我会更享受给阿嬷的情书这种过程。我知道这部戏你也跟你的一个偶像一起合作。就在潮汕地区是家喻户晓的，就跟他合作，对你的这个喜剧表演有没有一些触动、一些帮助？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这位偶像。
我这位偶像就是我们从小，包括蓝导，我们基本上每个潮汕80后、70后、90后都会看他的作品，就是叫做《下雨来》然后我们一直从小在看他的作品，甚至它里面有一个戏就是就是一个香蕉的桥段，但是我不要讲太多，因为我怕就是等下说的就是反正是因为他那个戏，我从此也不敢吃香蕉。然后，对，你不把话说明白吗？不好。但是我还是继续往下说吧，就是这个老师的话，肯定儿时的偶像，然后等到有机会跟他同台的话，其实我内心是有一点小心机的，这场戏我一定要演得比他好。对。然后再跟他对戏的话，真正要去跟他对戏演的话，其实我们内心那种敬畏之心啊，会不由自主就冒出来，就会表现的，感觉就是很难像跟其他演员对戏那种松弛感，很难平常心。对，但是我尽量在克制了，到最终还好出了的效果，因为我们那场戏其实是拍了2场的，前面1场是因为可能放不开。但是刚好也是因为，就是说后面蓝导有跟我探讨说这场戏你不能这么演，那我就突然明白了，我就回到小伟这个身份去演，后面就演了，我觉得效果还可以。导演觉得小伟顺其演的怎么样？演得挺好，那种被人家欠人钱，然后跑来跑去那种状态演得挺好的，很写实。然后其实狗哥有演出了他前2部作品没有的人格的部分，因为像第1部跟我合作演那个。演儿子那个，以前我第1部电影那个，他是用本我人格在演，但是到这部他会开始调动一些角色里的人格去演，就是狗哥其实也一直在进步。所以你自己觉得从第1部到第3部，就这几部的你的自己的成长，你自己感觉明显吗？其实真的蛮明显的，就像这一部的话，其实蓝导给我很多的创作空间，我不知道是蓝导给我的创作空间，还是觉得我真的演得好。反正这一部我的 NG 量，包括跟蓝导需要说反复的沟通这个角色该怎么演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时间少了，但反而是这种少，我觉得是蓝导对我的信任越来越高了。这部电影里面有好多角色是很有喜感的，有一个角色其实我个人惊鸿一瞥，但我个人很关注如懿的扮演者，我不知道大家刷不刷短视频，有一个唱英文歌的潮汕阿姨，非常可爱。所以这里面他安排他的角色讲的台词都是跟英文相关的。对，就是我们很想他来，是因为有几个从大的方面，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个电影看得很轻松，因为本身过往下南洋这段历史太多的悲情故事了，它这个故事里面的很伤怀的部分特别多，然后我们又希望这个作品尽量往合家欢的方向靠多一点。他不要那么伤怀，如果当时要哭，我们原来没想到他哭这么多次，我觉得哭个3次顶天了，不要止住，不要哭，要让他笑。那笑的话，我就必须放很多轻松的东西进来。然后，因为整个客栈里面需要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嘛，需要一个跟南枝形成一种像亲人关系的一个阿姨。那我们选了很久，选到了如懿。选她就是因为她天生有这种幽默的质感，给观众一看就很喜欢她。然后刚好在那个时代，在暹罗的唐人街，需要一些跛脚的英文，因为开始有西方的人介入这个世界，那潮汕人也需要讲英文。但如懿那个状态进去是恰如其分的，就天然适配啊！来一句 dangerous 是只是刚好那2个人在编这个台词的时候，我们开车，然后有个人在那里突然撞住我喊一声 dangerous， 然后全车人笑，然后今天晚上给如懿加一句词 dangerous， 就是都是就是临时突发给他加的。但是我们确定是让如懿进来是需要讲一些英文给大家一些很亲近的感觉的。那我其实特别好奇，像思彤跟燕彤，你们都很年轻的，虽然演的角色的年纪好像还算适配，但是因为年代横跨了几十年，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一开始准备的时候，去接近这个人物的时候，导演在从哪些方面启发你们？比如说你去看过往的很多的电影，当时的很多文字，你们各自怎么样做准备的？其实在我进组之前，我们主创老师是有给到我一些那个年代下南洋的前辈那些史实资料，还有一些华侨女性的纪录片吧。我通过那些片子会去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啊，还有他们做事上面的分寸感，跟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不同？可能他们会更加内敛一些，然后就是
对比我们来说会更沉稳。所以前期的话，我是通过这些资料去了解，而且我们主创团队有给过我们一个手册，叫《暹罗生活手册》，让我和木生去根据里面的内容，然后做到像那个年代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一样。哎，你看你刚刚用2个词，一个内敛，一个沉稳，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准的抓住那个时代人物的一些特质，但是它很难演，因为它内敛就是在里面的，沉稳也在里面的，可是看电影我们需要看到。所以我能感受到你整个人物在里面那个动态，你的脖子好像整个背感觉是不同的。你当时你的关键词什么？你怎么做到？因为南枝他这个角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其实他内心的情感不一定像表面看起来这么平静。所以我是试着去抓取人物当下的一个内心状态。可能有时候你想他之所想，你面上就已经呈现出来了。这样。那燕彤你呢？你的这个准备过程是不是跟思彤有一点像？也是看过往的一些资料，看电影吗？对，就是除了刚才思彤所说的组里给我们的资料之外，我觉得我们的剧本里面把人物描绘的已经很有鲜美的风骨了。那我们作为演员，其实只要抓住人物的内心一些东西就好了。其中有一场戏就着火了，然后木生回去，那个时刻，我不知道作为演员，你当时内心你要给自己写个人物小传或者一个准备的话，你要想，那此刻木生回去，我要先去救抢我的一些信，还是我要去把那些钱找出来？就是你当时准备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和内心的一些思想活动去拍那场戏的？关于这场戏，其实当时我还没有学过表演，其实我没有您说的这些准备，我就是当然性跟钱都很重要，对于木生来说，我那场戏并没有准备很多那种很细腻的东西，我只是知道我站在那里，我看到那里着火了，我当时就是看到那个画面，我心里这里生理上有一种被什么东西抓住的感觉，就是生理上这里会有一点难过，然后就这么演了。是的，导演当时要怎么样去启发他们吗？还是说你特别觉得一个人的最初的这种演员的本能，其实很可贵的？对，我尽量调取他们俩的本能，因为他们的人格是匹配我的角色本人的，所以我就特别是像那种情绪很重的戏，我是反而不太去过度讲戏的，我就尽量调动他们俩的本能，就是说你冲吧，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他本人，你就冲就好，木生你就冲，就是对，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属于跟我很在一个状态里，就是相当于我跟他们俩，包括跟组里所有的演员，我们是像亲人一样的。我像是南枝的哥哥或者爸爸，像木生的哥哥，然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是我尽量陪着他去达到他就是松弛的状态，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们都松下来，这个事情就基本上解决了。就是对镜头失去感受，就是不知道镜头的存在，然后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个环境里。因为我们也特别把环境做得很真嘛，包括火灾里面我们都是现场放烟的，放那些艾草，整个熏的就是像你在火灾里面会一直流眼泪，然后一直咳嗽，是按照一个真的环境去塑造的，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这个又跟人格很贴近，一放进去它就有了，很快。你知道我在影片开始不久，就是阿嬷知道了，木生已经很早就去世了，他站起来走出那个他的很高的那个门槛，然后说要去看看橄榄怎么样，就能明显感到，特别像我们生活当中的长辈，一旦有什么事，他要掩饰自己内心情绪波动，他要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影片当中讲到橄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每一次都是靠他来掩饰，然后包括洗橄榄，然后那个手瞬间就那个画面就叠到了很多年前，然后最后要去泰国说要炒橄榄菜。这橄榄为什么是橄榄？当然我知道橄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植物作物在那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象作用吗？橄榄是我借它来完成一个时间线的铺排，就是像我们潮汕的阿嬷，他们很多是在橄榄盛开的，就是丰收的季节，就是橄榄它是吃不完的，那很多橄榄它就要打下来去熬成橄榄菜。几乎在我们老家有自己有橄榄树的家庭，他就会有这个动作，从一个橄榄打下来到洗到最后熬完，大概3天4天的时间吧。刚好是孙子去泰国找人这个过程，它是一个
平行的时间线，然后我想拿熬橄榄菜这件事情去映射阿嬷本身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她永远在做具体的事情。其实认真的去熬完一个橄榄菜这个事情，可以伴她度过很悠长的岁月，就是这是她漫长岁月里面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很具体，反馈到她的心里面去，她会让自己平静而治愈。这是我感受到的老一辈。您这么说我懂了，因为他真的是在关键时刻都在做具体的事儿。他受到人生最大的创痛的那一时刻，就看到那个照片，认为我老公早就背叛我的时候，他是去拿起一个绣花的一个。绣花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具体而极难的，它需要你特别的内心平静。但我在内心最波澜壮阔的时候，我在做一个最具体的、细致的一个事情，反差感非常之大。这是您考虑的，就是要设计这样一场戏。对，这些细节是来源于我对于我阿嬷和我外婆他们的感知。我记得我一直会很泪目的一个画面是，我外公走之后有几年是我外婆一个人嘛，她就是靠坐在门槛里面一直绣花去度过那个漫长的孤独的时光。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会很泪目，然后我感觉那个也很像苏柔在绣花的样子，我就这个绣花是我们潮汕老家那边老一辈用，就特别是阿嬷他们会来度过漫长时光的其中很治愈的一件事情。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在穷的时候也是贴补家用的，就是绣完之后就有人来把它收走。对，所以我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连接点放在那里了。还有一个画面我很动容，但我一直忍着没哭，因为我今天化了妆不能哭。就是当舒柔知道她老公，她认为她老公背叛了她，绣花，但最后还是情绪忍不住，有一些滞后，捂住脸哭的时候，你能看到她的戒指，那个银色的戒指，然后下面画面一叠，就是后来老年的舒柔在读那些信的时候，你就想一个女人，就女人的心海底针，你认为她内心几十年是有怨恨的，但是她又很有勇气，是独立的，但是她其实没有忘记，那个应该是一直带着的，所以那一刻作为女性还是很为此很被打动，非常动容。就这些细节，我觉得您拍得非常细。谢谢。还有就是影片中很多的，我知道有一场戏后来是因为时长还是什么原因是被删掉的，就是电影院门口说贴着一个玉娇龙的海报，就那段戏您讲一下，是以后我们能看一个导演的版本是能看到吗？对。然后为什么被删掉？对，这个玉娇龙这个戏是我们的一个剧中剧，那个我还把这个工作派给我们另外一个编剧老师轩轩导演，他让他单独去把我们拍了两个戏，拍了一个叫玉蝴蝶，有一个叫玉娇龙，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平行拍摄，我说这个戏那个轩轩你去把它当作拍了，所以拍了一个戏中戏。就是戏中戏什么意思？是戏中的演员。我们在戏里面会把这场戏放一些出来，然后有点像咱们现在做电影解说方式，就是通过信的旁白和电影里的画面快速的讲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大概比如说1分钟讲完这个玉娇龙这个故事，因为我在电影里面不可能完整放那么长嘛，所以就是用电影院里的画面加书信的旁白完成对于玉娇龙这个故事的旁述，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远方的苏柔听。这个故事其实当初确实是想去做很多关于南枝和苏柔的情感链接。比如说还有一个之前没有说过的叫玉蝴蝶这个故事，那说的就是一个自己的妻子被丈夫不信任，最后丈夫逼她去上吊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很悲情，但是呢，为什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他们俩的情感交流？是因为苏柔听完这个故事，因为他们老是去电影院看完之后就会写信告诉苏柔说最近又看了什么电影，好好玩。苏柔一回来说，妈的，应该让那个最后害那个女的，害这个女主角上吊的是那个媒婆，她说了谎，她说应该把那个媒婆绑起来，然后让雷劈死她，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那个她被绑在树上，然后一个雷劈起来把她烧死的画面，然后南枝在电影院看说这个结局才是爽的，就是他们有点像在通过这个东西去做灵魂的交流了，就是两个戏友在那里交流说这个戏好不好看，然后那个远在中国的苏柔去解读这个戏说结局应该这样改，然后我们把它拍在画面里面去具象化它。但这个桥段很长，最后放在片子里面感觉有点拖了，所以我们最后就忍痛把所有通过看潮剧这种精神交流的这一 part 给拿掉了。哇，所以在影片中这些信非常动人，你能感到两个女性她们的文笔是有不同的，舒柔是更写实，更生活中的语言，然后更有描述更长，
那南枝那边可能是怕言多必失，所以他是谨慎的，语言是有节制的，但是非常的是偏文白相间的，但是冲击力很大。但这些就是来自于您在调查过程当中看到一些真实的侨批当中一些内容。对，就是我们是去模仿那个语感，但是呢，因为你剧情是需要呼应到具体的细节，所以得自己写。他在那个侨批博物馆里面，你看不到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语句嘛，我们只能去模仿。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我会听着我父辈、我奶奶、我爸爸他们那辈人在正式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当他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这种文白相间、这种偏书面语的表达。然后每次听到这种书面语的表达，你就感觉被一种很庄重的一种情境给击中了，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要端正去面对，它是一件很端正的事情。那比如说，南枝他要替木生写一封信回去，告诉他说他要去跑船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人生要迎来新的阶段，我必须工工整整跟你说，今把三轮换货轮，终得扬帆起航。就是我老一辈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就这个事情很重要，我要用书面语告诉你。你知道刚刚有一个情节我特别感动，就那小孩在念，你听他们自个儿在湖边嘛，就其实觉得是匆匆。你一听，只要我们上过学都知道那是匆匆，瞬间你很感慨，你想天哪，那是当年在海外的一些华人的孩子，他读的书跟我是一样的，跟我们现在小孩是一样的，那瞬间就是文化、语言、文字神奇的连接感就产生了。然后这里面有一段台词因为台词肯定是有潮汕话、有泰语，当然也会有普通话。中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是谁在说？前面都是潮汕方言，我听不懂，我在看字幕。有3个字是普通话，意难平。那我想这可能就语言流变过程当中，这3个字本来不是潮汕方言当中有的，是不是只能够是用普通话去表达的3个字？意难平是吧？那个旁白是我的旁白，就是我可以读一下这个旁白说，阿媽從來唔捌體會阿公，但是阿公永遠是阿媽心內嘅意難平。意難平就是像我們現在年輕一代去表達會借助普通話的，因為意難平它是一個後來詞，然後在潮汕話裡面意難平就很怪，它就是需要用普通話，所以我們現在的表達習慣裡面開始也就是普通話和潮汕話開始相近，這是我們現在從80後、90後甚至00後開始比較習慣的表達習慣。那這個故事既然是由孫子在講，他是一個90後，那我就以90後的語感去講這個故事。對。这很有意思，就是语言的流变非常的奇妙，最終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會有你的一個感覺。那我特別好奇，2位年輕人，你們在接近這個人物角色的時候，你們怎麼樣去理解他們的情感？會不會說我不是特別的懂，然後要去問導演說為什麼南枝跟樹猷之間會有這樣幾十年其實隔空，不知道對方什麼樣狀況，但是彼此以信作為對方的支撐。然後南枝和木生和樹猷之間那種情感，你們都是怎麼去理解他的？會不會經歷一個過程，從不懂到慢慢的去理解？一開始像剛才您提到的，我看大綱的時候嘛，我會感覺對南枝這個角色對他做出的決定很敬佩，但是當時的我確實是就不太理解他為什麼能夠，是什麼驅使他去做下這個決定。然後我感覺這是一個在塑造他的過程裡，我慢慢的去理解他的一個過程吧，因為我根據他人生裡面那些遭遇，然後去經歷他所經歷的之後，我慢慢的會體會到是什麼讓他開始內心變得柔軟，然後直到最後他去做下這個決定。這是一個也是我在表演的過程中慢慢去理解的一個事情，嘗試跟他產生一些情感上的共鳴吧。有一場戲就是那個台詞走仔，我很好奇，現在還說這個詞嗎？說，現在還說。對。那你們在說會不會有一些什麼跟當年不一樣的？就是一個詞它的那個內涵跟外涵可能會有一些，內涵跟外延可能會有些不一樣。這個詞的這個語義有發生變化嗎？比如說是個褒義詞、貶義詞還是什麼？沒有變化。其實我之前不知道有什麼變化，但是很巧的是，南枝和來順爸爸在電影裡面的這一個對話，在現實中我和我爸爸的身上也出現過一模一樣的。然後我的反應是跟電影裡面的南枝一樣的。我爸他說，
你不要，他说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跟你说这个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说不，我就是生气。好，那我想知道，燕彤，你在这过程当中对他们这个人物之间3个人物之间彼此之间情感的理解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过程？哦，因为一开始我确实也不太理解木生对舒柔的感情，因为我没有经历过10几年的爱情，对，所以我就想，因为你还不够。可能再大一点会。对，我还没有谈过10几年的恋爱，所以我需要给自己内心做建设。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点，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叫做“爱是觉得时常亏欠”。这个亏欠的感觉是比较好找的，而且也比较契合当时的人物。从舒柔愿意放弃地主家优渥的生活，跟木生私奔开始，那个亏欠感就可能种在心里了。然后再到后来不得不下南洋，离开家里，让舒柔一个人拖3个小孩，再到他缺席3个小孩的成长，我觉得这个亏欠感是一直藏在心里的，就是除了爱之外。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讲，去说木生就是时常亏欠是爱的一种。就是木生对舒柔除了有很深的爱之外，还有一些亏欠感藏在底下。那这样子我就一下子找到感觉了，就是木生对舒柔除了爱还有亏欠，那他其实就不会很在外面，就是还有对别的女人有想法有看法，对，所以他对南枝完全就是可以说是没把她当女人看，就是木生是兄弟之情吗？更像战友吧。战友。对，因为他们在暹罗那一块，他们是互帮互助的。他救了南枝的爸爸，南枝又在他坐牢的时候，帮他寄钱回家养家。他们是更像战友的那种很深的连接的关系。哎呀，就是木生心里没其他人了，装不下其他人了，就只有舒柔了。但我觉得刚才燕彤讲那一点，我觉得是个非常聪明的演员思维。他说他一找到说爱是常觉亏欠，好像表演可以落到一个具体实处，会有抓手。这是你启发他的，还是他自己找到的一个感觉？我没告诉他自己去想的。你怎么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演员的思维，找到一个很好的抓手切入点。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抓手，我只能一直找，直到这个亏欠感这3个字在我的内心这样能起化学反应，我就知道这个点应该能帮到我。这可能就是个好演员，他天生会有这样的敏锐的感觉，对吧？那我特别好奇，就是演小伟这个角色，他其实从头到尾贯穿始终，但是呢，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就他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到泰国，后来发现其实事情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个人物是有改变的。那你觉得这个人物他改变的他好像每个人物都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时刻，你的这个人物的改变时刻在哪里？我想的是有一场戏因为我在剧里面、电影里面呈现出来是，我也在听这个故事，然后是有一场戏是什么？是木生去坐完牢之后出来，他给了南枝跟南枝爸爸一袋钱。因为木生是我爷爷嘛，那我爷爷他在坐牢的时候，就是南枝阿姨还有他爸爸，他们给到苏柔那边一直在寄侨批，包括钱嘛，然后那个木生出来第一件事，然后他要去跑船了，第一件事就是把钱给还了。所以我觉得小伟这个角色是看到这里，他觉得做人就是有情有义。因为之前小伟他可能就是虽然他去找阿公，他要翻身，包括就是前面他第一场戏他还骂了那个催债的人，对，他的人格是有点缺陷的。但后面到最后跟阿嬷在车上把那本侨批的那本书啊，就那本信还给阿嬷的时候，他其实早就想通了，他要慢慢把钱还上，就是也符合比较这部电影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叫情义。是。而这里面这几个女性角色还都挺强的，这个强，你包括那个如懿，包括那个舅妈非常主动，她是非常主动的一个女性。我觉得这是很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几个女性角色都是很强的。我想这是可能你生活当中会从小到大会接触很多，就潮汕女性会有她强的那一面，对吧？不仅是坚强，而且就是强。对，就是
潮汕女性她们的精神内核的稳定度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可能外界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小生活在潮汕，通过我们身边的亲人、妈妈或者姐姐或者奶奶，你就会知道她们其实都很类似，就是都有内心很坚强的那种能力，就是一样。我看到一句评论说，100万个潮汕女生就有100万个叶素柔是一样的，她们几乎都是有一样坚强的内核，这也是我们从小长大感受到的。包括我另外一个编剧丽云，她也说她妈妈家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编这些角色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讨论，就是大家很共识，就都一样然后你说那个舅婆，她本人就是这样。我上一部电影，她是我上一部电影的第一女主角，就是带你去见我妈，她是我上一部电影的第一主角，她演得很好，但她演的是一个更加慈爱的一个状态，那是她的一部分，但她那种很像舅婆这种，她生活里面也有，她烟抽的也很棒。我说这一次就演本我吧，就是对，就这一次把她彻底给放开了，然后烟给她抽了个够，然后呢，就那种很豪放的感觉，她本人就是这个状态，我把她放出来了，就是这部片把她放出来了，上一部片更多让她演妈妈的这种温柔跟慈爱的东西。对，我感觉到南芝爸爸真的有被吓到那个感觉，我觉得非常可爱。那因为我知道你在拍电影之前，你也拍过像纪录片，包括这部戏也是在拍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听到很多海外侨胞故事，你很感动。然后包括你上一次在拍妈妈那部戏的时候，就是你会用拍纪录片的很多的方法，比如演员会有一些真实的感觉，把它记录下来。像上次妈妈是第一次坐飞机，类似这样的场景桥段，这一次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对，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也是咱们拍纪录片比较多用的这种习惯，就尽量不要那么早卡。对，这是我们纪录片特别跟摄影之间最经常说，应该晚一点卡掉它。对，然后之前我上一部片妈妈那个，也就是因为不卡，因为我录的时候，反正就录到最后没电了再说，反正有内存又不会很浪费钱。然后拍阿嬷这个戏也一样，就是特别在拍阿嬷的时候，我是尽量晚喊卡，就是演着，然后让这个镜头对着她凝视久一点。然后在阿嬷这一次里面有一个特别让我振奋的，就是她送了一句词给我，就是她不是从回忆里面拉回现实，然后她手里的戒指摇到她的脸嘛，然后她看的那张照片，我给她的那句词只有一句说，唉，一大群小孩，感慨嘛，后面就没有词了，就是让她在那里看。然后我那镜头一直录着我反正没有喊卡，他就一直看着他就说，哎，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他就有他自己的，就是我没喊卡，我就一直凝视他就会给到这个回应。这是他作为一个那样的阿嬷，或者是说可以说所有的阿嬷，在面对这个情境里面应该会说出一样的话，因为他们就天然是这样悲悯的。他那个悲悯之心在看着这一幕。在这个剧情里，他就会冒出这样的话，但确实是我写不出来的，是他送给我的。哇，这个很可贵。那我特别好奇，3位演员有意识到导演会有这样的时刻吗？就其实戏此刻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不喊咔，那我还要在人物当中，然后会神奇的再完成一些继续的没想到的一些表演。你们会有这样的时刻吗？回忆一下。他每次都这样。然后每次你的应对方式呢，你就还是在角色当中。对，就继续演了。然后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呈现吗？其实，在演每一场戏之前，我都会想一下，等一下导演他不喊卡，我接下去要怎么演。所以你是有经验的，他了解我。对，所以我有一场戏在泰国嘛，在泰国那个老姨在帮我按摩的时候，我知道他肯定不会那么快喊卡的，那我就临时给自己加的没关系，就说你不要压那么近好不好？这是因为你太有经验了。但是思彤跟燕彤你们第一次合作，不过可能第一天就拍过几天以后会感觉到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记得石板桥那场戏就是木生追舒柔，那个时候我们是好像快收工了嘛，最后一场戏，然后我从水那边游到桥墩底下，我往桥上爬。正常来说，我爬到一半，我就会听到喊咔。但是我爬上来之后，那个标旗队从我面前全部走过去了，我没有听到喊咔。然后我就短暂的从角色里面抽离了大概1到2秒，我就知道好像得接着演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桥上，因为确实游上来很累，爬上很累。我坐在那个桥上，我眼神依然盯着远处的瘦肉，就很一副傻乐的样子。对，就是就是这么样子完成了那个镜头吧。但是确实时长原因不太好放进去。后来他站起来奔跑，就是他不是从水里游，然后整个游程队伍都走了，整个石板桥只剩他一身湿透透，坐在那个桥头很开心，在看着远去的所有的队伍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喊他跑，他知道还得演，他就站起来继续跑。然后那个在一身湿透透的在桥上奔跑那个样子，那一幕是很牛逼的，但是我剪不进来。就是我当初是觉得，如果剪到那个，他不是有个信说你恰如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人是少年模样嘛？其实我是想把这个放到那里去剪，但后来确实我觉得画面不剪上去太长，我放掉了。但那个没喊卡那个其实挺神的，就是他一身湿漉的介绍完自己，然后在桥上奔跑那个少年的模样，必须要出个导演版本。对。但是像你说这样的很牛的画面，我在一个你们的宣传片里面，可能就类似于纪录片里面看到，你对思彤还是燕彤在讲，你说就影片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镜头，舒柔透过车窗看到，好像突然看到在唐人街上看到了年轻的木生，看到了年轻的南芝，然后你说这将是华语电影当中要载入史册的一个镜头，这个来讲一讲。对，那时候是为了鼓舞人心，吹个牛逼而已。我都讲完说，哎呀，怎么被放出去了？不好意思，因为现场很多人在录嘛，那时候拍完很多人在录，然后我刚刚鼓舞人心的这句词吹过头了，完蛋。不，他一定在你脑海当中，你是有你的逻辑在。有兴奋，那个镜头拍了39遍。39遍，为什么？对，那是39遍。然后呢，39遍有一个瞬间摇的没那么精美，然后我用了38，现在这条用的是38。然后呢，我们是要等待魔幻时刻的，我们需要那个光很美的时候再拍，所以我们是在那一天的什么时间？那个大概下午4点半快5点的时候就开始有魔幻时刻嘛，那个夕阳的逆光过来，所有的建筑都染上了这种很漂亮的色彩，然后所有的光影都极其到位了，然后我们已经演练了很多遍，然后已经拍了20多条了 ，OK， 剩下还有10多条，还可以，还可能有半小时可以不停的来嘛，然后我们就在抢那1个小时那个光影，然后所有的配合都很好，然后我确实是那个时候有觉得这个画面远远超过我们剧本所写的那种语境。我剧本最后那句话是写的是，那个时候就南芝站在那个书摊边嘛，南芝站在书摊边正在等待3轮车回家，然后他在等，然后木生买了布，骑着3轮准备走。我说那个时候南芝青春淡雅，他还不认识郑默生。我写句词的时候我是哭的，但是这只是一句词嘛，这个剧本描绘的2-3个字嘛，但是变成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个穿透力是远远强过文字的。就是我经常看李安先生的采访，我会看他那个采访的时候，拍一部电影其实有时候就为了一个时刻，为了一个 moment， 这个 moment 就是电影里面这个 moment。我说他有这个 moment 了，就是3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然后他站在那里，他们生命还没有开始交汇之前那一刻，然后一切的光影都那么美，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喊出来，我觉得这个镜头好牛啊，所以我喊了华语电影经典镜头，但是有点害羞。不过谢谢导演，我们聊得很开心，但是他们跟我说时间必须要结束了。可是我相信今天我在座每一个人都从这部影片当中感受到自己那一刻，就那个 moment 很神奇的时刻。谢谢导演，恭喜大家有一部这么好的电影，然后票房这么好，希望你们下一部作品。那最后请导演还有请各位主创跟我们各位观众一起来个合影留念。